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高圆圆和赵又廷要离婚了。去年9月份就有爆料传高圆圆离婚，没翻起波浪就没了下文。没想到今年又因为两人没在金鸡奖合体，网友就再次开始扒两人婚变的蛛丝马迹。除了婚变的猜测，高圆圆的红毯造型也被拿来吐槽。变老了似乎是网友最喜欢拿来攻击中年女演员的词语。如今已经43岁的高圆圆，虽然没有20多岁女演员的元气和精致，但是她身上的那份优雅和知性，又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。高圆圆虽然不是那种妖艳的第一眼美女，但是她清新亮丽的气质，几乎是满足了所有男性对初恋的幻想。生完宝宝后，高圆圆有一段时间是有点没精神，但是休整过后，她的颜值还是那么能打。但谁能想到这么清纯的国民女神，居然是多次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呢？因为多次插足他人感情，网友还称她为冠三。1979年，高圆圆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科研世家。从小长相就甜美的高圆圆被星探发现，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。98年，高圆圆又被滕华涛看中，拍电视剧《找不着北》。高圆圆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并没有什么演技。滕华涛作为导演，就开始手把手教她演戏。这不，戏还没拍完，高圆圆就陷入了滕华涛的甜蜜陷阱。滕华涛比高圆圆大7岁，并且那个时候他是有女朋友的。不知情的高圆圆，这是第一次做了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东窗事发后，高圆圆果断提出分手。因为是被欺骗，所以网友并没有谴责高圆圆的第三者行为，甚至还心疼她。可是在下一段恋情中，她竟然开始知三当三。跟滕华涛分手之后，高圆圆就进入了感情空窗期。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大学。有一次偶然机会，她去王菲录音室找朋友，在那里她遇到了音乐才子张亚东。高圆圆立刻就被张亚东那股忧郁的气质迷住了。这一次她爱的冲动，不管不顾，只想跟张亚东在一起。她开始疯狂地追求张亚东。张亚东虽然也很喜欢高圆圆，但是并没有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。他坦言自己是有妻子的，但是已经陷入爱情漩涡的高圆圆依然听不进去这些。他还经常给张亚东写情书表白心意。在美色诱惑下，张亚东义无反顾，婚内出轨高圆圆，两人肆无忌惮出入酒店，共度春宵。张亚东还把高圆圆给他写的情书直接刊登在杂志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是有多不要脸。如此大的动静，正宫斗影想不知道都难。他难以忍受肮脏的婚姻，主动提出离婚。没曾想此举彻底成全高圆圆。两人离婚当晚，他就跑到张亚东家中，大言不惭以张太太自居，甚至还在戛纳红毯高调宣布和张亚东好事将近。但他似乎忘记当三者恒被三定律。2005年，张亚东和徐静蕾亲密逛街被拍，高圆圆还没来得及出手解决小四，就被小五嫩模瞿颖再次踩在脚下。脸被打肿的高圆圆只能和张亚东分手。受了情伤的高圆圆空窗2年才治愈了自己。可下一段恋情，她又再次陷入第三者漩涡。07年，高圆圆跟夏雨合作了话剧《艳遇》，两人也将这场艳遇带到了现实生活。据说两人排练时，连经纪人都不准入内，这实在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演出结束后，更是有狗仔爆料，高圆圆连续2天都夜宿在夏雨家中。那个时候，夏雨已经跟袁泉在一起7年。高圆圆的出现让2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。也正是因为此事，高圆圆被戴上了冠三的帽子。或许是意识到身上小三滤镜越来越重，高圆圆罕见正儿八经跟于小伟恋爱。为彰显自己回头是岸，高圆圆每次露面必然带着于小伟秀恩爱。不料好景不长，没多久两人就宣布以分手告终。但于小伟却愤怒放话，不会再找圈内女友。其中隐情想必只有当事人才能得知。就在此时，高圆圆终于遇到她的真命天子赵又廷。但他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出道时就曾在节目中透露热衷于当小三。2任女朋友都是一开始人家有男朋友的，但是结果后来还是就因为我分手然后在一起。如今看来还真是烂锅配烂盖。2012年，2人拍摄《搜索时相恋》，亲到导演喊咔都不带停的。
一向热衷于搞活的陈凯歌在片场就看出了苗头，但负负得正的二人居然成为娱乐圈的神仙眷侣，并且靠着婚礼还体验到天降横财的滋味。难怪高圆圆婚后退隐娱乐圈，她如今的亿万身家早就看不上一部戏的千万片酬。2014年，高圆圆和赵又廷在台北顶级酒店举行婚礼，古天乐、陈凯歌等大咖纷纷到场祝贺，光是份子钱就收到了6000万之多。出手阔绰的赵又廷豪掷500万，包下酒店3个宴会厅，只为将高圆圆高调娶回家。作为主角，高圆圆无疑成为当晚焦点。她身上的婚纱由法国扣衣总监亲自设计，花费足足200小时才制作完成。光婚纱上镶嵌的100颗施华洛世奇水晶就高达20万。最难得的是，该品牌从来不接婚纱定制，高圆圆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例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高圆圆佩戴的钻石王冠和手镯出自全球顶尖珠宝品牌尚美巴黎，1000万的高价相当于带着北京一套房。两人在北京的爱巢总价高达2000万，普通人要从明朝开始不吃不喝才能攒钱买上一套。室内装潢更是让人大开眼界，全屋家居采用顶级红木打造，餐厅上方的水晶吊灯和橱柜中的古董瓷器，普通人奋斗一生都不见得能够拥有。但富婆高圆圆却还能在寸土寸金的地界专门开辟出衣帽间，用来摆放她的高定服装和琳琅满目的鞋子。不得不说，当明星真是好。除此之外，她在台北还有一套7000万的豪宅，建筑风格宛如一座小型城堡，私人庭院、恒温泳池等应有尽有。而高圆圆在生产时的花销才堪称撒钱，在医院5天花费11万，紧接着又入住20万1个月的月子中心，屏幕前多少宝妈看得眼都红了。高圆圆的隐藏身份正是她能够如此挥霍的关键。出道初期，她一部电影就进账600万，一部电视剧的片酬更是高达5000万，而她的野心也不止于此。2010年，高圆圆开始在全国开办连锁餐厅，紧接着她凭借6000万礼金和谢霆锋合作创办原样鞋履品牌。尝到甜头后，她彻底打开资本之路。而后她花费100万投资，花点时间鲜花品牌，利用出色的营销手段，让商品复购率高达70%，仅2年就完成 B 轮投资，估值飙升到20亿。身为股东的高圆圆一夜狂赚1亿，紧接着她又豪掷1000万投资上海映海影业，成为第9大股东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如今与她有关联的公司高达30多家，每天一睁眼就有钱入账，但有颜有钱的她却始终得不到公公的认可。哪怕漂亮如高圆圆，也难逃被公婆嫌弃的噩梦。2020年，高圆圆公公赵树海十分自豪，在线训斥她的场景：你还不知道大碗放哪儿，小碟放哪儿？那你干什么吃的？看到这一幕，不少网友直呼见过恶婆婆，第一次见恶公公。而赵树海却是把自己当成古代的皇上，强迫高圆圆对他言听计从。我出去，他会帮我提行李。最过分的是，他居然用自己找女人的标准来要求高圆圆，不只嫌高圆圆不够丰满，还嘲讽道：如果这么瘦，还不如找个男人。身为公公，对儿媳的身材指手画脚，丝毫不懂得避嫌的道理。为让公公能够在媒体面前说些好话，高圆圆不仅承包了所有家务，还每天亲自给公婆做饭。没曾想，公公却嫌弃她只会做茄子。难怪赵又廷如今带着高圆圆定居北京，怕是99%的原因都是为逃避父亲。但如果秦霄贤知道女神被如此欺负，估计早就为她冲锋陷阵。作为德云团宠，秦霄贤深受粉丝喜欢，但他自出道以来，从始至终喜欢的只有高圆圆一人。为了能让女神看到自己的忠心，秦霄贤不止一次在网上喊话高圆圆。没成想，在综艺《最后的赢家》发布会上，秦霄贤却先遇到情敌赵又廷，夺妻之仇不共戴天。但赵又廷只用2句话就让秦霄贤败下阵来。老秦呀，听说你喜欢我老婆是吧？能配得上你女神的也就只有我了。身为网红收集狂的王思聪也对高圆圆赞不绝口。
甚至参加选秀节目都把她当作参考答案。像高圆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亲和力的女神，大家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会喜欢那种女孩子。在我们这个女神节目上，我是往那个方向去选的。在王菲和张柏芝之间流连忘返的谢霆锋，也曾为看高圆圆接下烂戏，也是为什么我接拍整个电影的原因，只有一个，就是高圆圆。花痴程度和徐海乔见到刘亦菲不相上下，被众多男神捧上神坛的高圆圆，仅凭美貌就可以在娱乐圈横着走。自2016年高圆圆参加虎扑女神大赛，连续4年都是第2名，到2020年终于问鼎冠军，但是屏幕面前的直男们却悲痛欲绝。原来因为赛制规定，历届冠军以后都不能参赛。之前的千年老二也是直男们费尽心思故意为之，就是为了一句流水的冠军，铁打的圆圆。伤心欲绝的直男们甚至因为高圆圆不能参赛，打算放弃虎扑，吓得虎扑官方立马为高圆圆量身定制锦旗示好。世界女神千万，下届没你怎么办？如此大的阵仗，估计全娱乐圈都找不出第2个。只能说娱乐圈你的女友可能是朋友的前女友，你的男友可能是闺蜜的前男友，浪漫满屋，幸不幸福只有本人自己才能评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